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哈。今天 LeetCode 出的问题是第76题所以你看从这题号来看，这个算蛮早的一个题目。那它的题目是 Minimum Window Substring 那它题意是这样的，它就给两个字串 S 跟 T。长度分别为 M 跟 N。那请你要传回所谓的 minimum window substring 所以它是一个要传回去的是一个字串。那当中这样的一个子字串呢，它每一个字元呢，包括它都是会在 T 里面出现也包括它的那个重复的次数比方说，如果 T 里面有两个 A， 那你那个子字串里面至少也要有两个 A 所以这个题意是这样如果说没有如此的子字串呢，请你传回空字串那他也说了在他的 test case， 所有的答案都是唯一的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题目的大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相关的例题的一个说明。所以我们看到它这边的例子它这边有3个例子，我们先讲后面2个后面2个比较简单。像第2个例子 S， 它如果是 A， 那 T 也是 A， 那当然要传回去的当然是 A 这没有什么问题，这很简单。那第3个例子是说 S 呢是 A， 那 T 是 AA， 那因为 T 呢有2个 A 所以它就不可能所以传回去是空字串。好，那我们看到这边第一个例子这边我们让我们把它这里稍微有一点过程我们稍微看一下。好，那这里过程我们其实是我们从我们已经那个 submit 的 code 里面我们再加上一些 output 我们看看它的一个过程。那 S 这个字串它都是有大写的英文字母所以它是 A D O B E C O D E B A N C。那 T 的话是 A B C。好，那它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是 B A N C。那我们看看它的一个大概一个结果那他记得它所出现子字串当中的字元都会在 T 当中会出现。那这个例子里面它都是单一的所以这个例子呢当然是比较好看。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会找到的是我们看那个字元的它的 index 是0到5的部分0到5的部分刚好是到 C 这边。那这里面这个子字串这个范围当然 A、B、C 都有。好，然后呢在0到9，所以你这个原则上我们从这个过程大概就知道你这里可以有2个指标，一个是所谓的 left，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right。 所以我们这边第2个例子这边就很清楚，我们这边就知道第9的部分这跟我们后面程式的一个撰写当然也有关联。好，所以这边是到9的地方。好，然后呢我们当然这里当然是所谓的 sliding window 好，所以呢然后我们这边
不只是 right 要往右边移动 ，left 呢它也看情形看情形。所以我们在这边第三个的部分，我们的所以我们第三个的部分，我们就 left 我们就到这里了。right 呢，当然也必须要往这边再移动那它才可以确保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在这个 T 里面都有出现到最后的话，最后的答案我们看一下，当然是9到12的部分9到12部分，也就是最后面这个部分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从这个过程大概知道，我们解题方式是所谓采用 sliding window 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个解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好，那在这里面它有它的一个 constraint 那这边 n 的话是 s 的长度 ，n 呢是 t 的长度。那它可以最小是到1，最大可以到10的5次方所以它是既然已经标示 hard 的话当然你必须要考虑它的时间复杂度。那比较麻烦的是它在这边它有大小写大小写当我们做这样的问题，当然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考虑可能会去考虑所谓hash table 的方式但是实际上来讲hash table 至少在 C++ 的实作情况，它有的时候它会比较拖慢你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效率所以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下我们大概一个解答的一个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做法里面当然我们也有用 hash table 去做，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它既然有大小写大小写基本上我们可以考虑它的 ASCII code。那我们知道那个英文字母大写的 A 它是65嘛，小 z 的话是122嘛，所以原则上你只要跟这样的16进位的数字去做 AND 计算这样16进位的数字原则上基本上它就是2的6次方减1嘛所以这原则上它基本上就是都是有6个1嘛，你去做跟这个6个1的这样的数字呢去做 AND 计算那基本上它就可以用一个64个元素的一个 array 就可以处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也不太需要真的用hash table 在这个速度上我可以明显的加快很多倍这个在后面的一个实作情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一个解答的一个程式因为程式蛮长的我们大概稍微说明一下。好，那程式部分当然我们看我们这里就直接都是在这个里面去实作那我们在开始的话，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程式比较快，当然我们这边就全把它的参数就直接把它改成 code by reference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那我们的变数名称当然是使用我个人的习惯主要的 s 的一个长度我们设为 n t n 的话是那个 t 这个字串的长度。那我们的所谓 sliding window 那我们其实有一个是 left， 一个是 right 你要说这个是一个 two-point solution 当然也可以了那所以根据刚刚的说明，我们需要2个 frequency table 一个是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从 hash table 的一个解答去直接去修改的
修改之后，我们发现它这个速度真的快很多。好，那第一个步骤当然是先针对我们这个 T string 的部分呢，我们先将它 table 先把它建好，它的 frequency table。好，所以这基本上它的 frequency table 我们就直接放在我们的 TMP 里面。有个 T 就很清楚。好 ，MP 的话主要是跟我们的主要答案是有关联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好，然后我们这里设为 count 一开始是0。那我们的最短长度因为你要取 minimum 嘛那我们应该习惯我们都是会先给它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这边是给 int 里面最大的。minimum left 当然一开始是0。好，然后主要的程式最关键部分就是在这个回圈。好，我们把它整个展示一下。所以应该是到第46行里面有一个 while loop。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 sliding window 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当然是逐一个字元一个一个去读从最右边的我们这边移动右边的那个 pointer right， 然后我们先取它在 right 的那个字元那这里面我们当然因为要去比对它那个出现的频率。所以我们这边跟我们的应该来讲就是63做 and 计算然后如果它没有的话，当然就是你就 continue 就这一次迭代后面就不做了然后因为它已经有出现了，所以它要在 MP 的部分在 index 部分它当然要加1那我们接下来去检查一下，它是不是有跟我们的所谓的那个比对部分有吻合，也就是说 MP 在 index 它要小于等于 TMP 在 index 的值那我们 count 就要加1这个部分。好，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这边的 if 的部分if 的部分。如果说我们的 count 呢是目前等于我们的 tm，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一个 substring 这个情况。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再做比对只要是这个，也就是说 tmp 在它的 left 的游标这部分是等于0，或者呢是 MP 在 S 的 left 是大于 TMP 的它的那个 frequency 的值的时候呢，所以如果在这样的 condition 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当然就考虑我们这里就要所谓移动我们的 left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如果它的 MP 的那个值呢，如果是不等于0的情况之下，我们这边因为你移动的话，当然就减嘛然后在这边我们的 left 呢就要往右边移一格直到这个 condition 它不成立为止。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当然就是我们要 update 我们的 minimum window主要是我们要看我们的 minimum left 的部分好，它的 minimum length 当然是 right 减 left 来加1这个毫无疑问的好，接下来我们应该经过这样的for回圈，答案应该就差不多就可以找到了。好，我们再往下。好，如果实在没有如果说你还是跟原来初值是一样，就是你没找到嘛，所以就 return 我们的空字串那找到的话，当然就你把这边当然是从 minimum left
一直到它的 min length 它的长度因为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完成我们的 C++ 的一个解答。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 LeetCode 上的一个情形。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 LeetCode 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边为了展示方便，我们在39行的部分我们多加了这个部分这个也就是我们要看我们当中的过程它的 left 指标跟 right 指标的移动的一个情况，以及它那个时候的我们所找到的这样的一个子字串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让它执行一下。好，我们这边下面部分拉上来一点。我们第一个 case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我们所展示的所以从这里的过程应该是很清楚。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左边的一个情形我们这边是有针对我们不同的方法它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比较我们如果采用这样不用所谓的 on-order map 的方式呢，它原则上它只要0毫秒当然就是打败100%的C++ 使用者，在那个空间的使用上，它也是比其他的方法要来得少如果是一般，如果你是用hash table 的话，hash table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指的是 on-order map 的话，在 C++， 你当然也可以用 map。那原则上它的时间就会久很多，那它所达到的所谓的 time 时间上的一个记录呢，其实就会非常的慢